马克龙胜选却让欧盟齐声欢呼。BBC 对此指出，欧洲领导人们松了一口气，他们害怕勒庞这位提出一系列反欧盟政策的极右翼候选人。分析指出，作为欧盟创始国之一，法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在英国脱欧、默克尔卸任的情况下，如果马克龙连任失败，无疑将对欧盟的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法国作为欧盟领头羊，那结果必然就是欧盟土崩瓦解，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而随着马克龙的胜选，其作为欧洲最有影响力领导人的地位将进一步强化。另外，在乌克兰局势上，随着俄乌冲突陷入焦灼状态，西方阵营则在升级对乌武器援助规模与等级。法国日前也追随美英放弃对乌援助防御性武器底线。马克龙未来将如何在军援升级与不介入对俄战争之间走钢丝？如何避免战火延烧到家门口？考验其智慧。作为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也面临更严峻挑战。这个长出一口气，主要的是勒庞没有上台，因为勒庞上台之后，法德关系有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就是说，这个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最大的动力就失去了。现在欧洲一体化本来就是在非常困难的这个境地下边。在竞选过程中，勒庞曾多次公开声称，若他获胜，将不排除让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可能，因为他永远不会同意让法国军队从属于北约司令部或是欧洲司令部。相比之下，马克龙虽然没有直接威胁要退出北约，但他在2019年有关北约脑死亡的说法言犹在耳，凸显出法国与北约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在胜选演讲中，马克龙强调将努力建设一个更独立的法国和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法国这个国家呢，历来特立独行。因为这个第五共和国的国父戴高乐呢有一句名言叫"法兰西就是伟大"。那么对于法国来说呢，就是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不仅要捍卫法国的利益，而且要捍卫欧洲的独立性和跟欧洲的利益。那么当然呢，这个东西很难，就是由于现在法国完全是在北约集体防务的框架里边的，它的这种特立独行呢，我觉得也是有限度的，它最多只能就是尽它的能力能够对北约的决策能够施加一定的影响。分析认为，欧盟要做世界格局中立得住的一级，必须有欧洲自己的独立防务与外交，其中就包括对华关系的自主认知。马克龙在首次任期内，中法两国元首实现互访。今年2月16日，习近平同马克龙通电话。习近平当时强调，2021年我们2次通话，2次共同出席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我们的努力取得丰富成果。今年3月8日，习近平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视频峰会。习近平当时就指出，中欧在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马克龙、舒尔茨当时则表示，欧方重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重要和积极作用，愿同中方紧密合作，共同努力解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重大全球性挑战。在马克龙的这个任期里呢，中法的务实合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对华关系上面，应该它的总基调应该是理性务实的，而且呢，整个的态度呢也比较积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马克龙在法国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中击败了极右翼对手勒庞，成功连任一事，您是如何看？确实，马克龙这次是以超过对手将近2成选票的绝对优势，战胜勒庞，赢得大选，并成为过去20年来首位取得连任的法国总统的。但是，这个骄人的胜气却难掩胜之不武的尴尬。首先，这次选举的投票率创下了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量的法国选民投下了空白票，甚至拒绝参与投票。不仅如此，就在投票当天，法国还爆发了针对马克龙本人的大游行。那么其次，连马克龙自己都承认，有不少选民投票给他，并不是因为支持他本人或是支持他的政策，而仅仅是为了阻止极右政客勒庞的上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2样东西又在关键的时候帮了马克龙的忙。其一是俄乌冲突的爆发激起了法国社会对被贴上了极度亲俄标签的极右翼势力勒庞的警惕与反感，
并使得同样亲俄但程度上没有那么激烈的马克龙变得可以接受了。其二是法国设计的两人选举制度在客观上有利于马克龙的连任，因为这样一种选举制度的设置使得选民可以在第一轮投票中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个，而在第二轮投票中则可以淘汰自己不喜欢的那一个。然而即便如此，勒庞的得票率仍然史无前例地超过了40%，这代表着法国社会的右翼力量仍然在强势崛起，左右撕裂现象仍然异常严峻。除此之外，对于勒庞来讲，这还是一场非常不公平的竞争。由于勒庞主张退出欧盟与北约，所以为了阻止勒庞的上台，欧盟及其相关国家还打破了不得干预一个国家内部选举的铁律，主动支持了马克龙，并对勒庞下起了黑脚，使起了绊子。德国总理舒尔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在法国《世界报》联合发表评论文章，公开呼吁法国选民把票投给马克龙，并威胁法国选民说，如果勒庞胜选，其冲击力将不亚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而欧盟为了防止法国的物价在选前进一步飙升，从而不利于马克龙的选情，甚至刻意将禁运俄罗斯石油的措施推迟到了选后来公布。同时在正式投票的前几天，欧洲反欺诈办公室还出台了一份报告，指控勒庞及其政党国民联盟成员挪用了欧盟的资金。那马克龙成功连任法国总统，又会对接下来的欧洲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在欧洲大陆上，法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也是欧盟的支柱国家之一。过去这些年以来，正是因为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勉为其难地拆东墙补西墙，才使得一度处于离心离德状态下的欧盟能够勉强维持到今天。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这次当选的是勒庞而不是马克龙，那先是经历了默克尔退出政坛，后又经历了马克龙马失前蹄的欧盟，不仅会进一步陷入到群龙无首的状态，甚至会面临着分裂与解体的危机。这对于正在进行全力动员以应对俄乌冲突危机的欧盟来说，无疑会是当头一棒。反过来，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可以迎来分化瓦解欧盟的机会。不过我同时认为，马克龙的成功连任对于欧盟甚至对于北约来说，仅仅是化解了一个即时的危机，它并不意味着欧盟与北约的前途从此就一片光明。大家知道，马克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领导人，他对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关心要远远胜过对法国内政的关心。他不仅想进一步提振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甚至想要带领欧盟团结俄罗斯，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同时还想组建一支欧洲军来摆脱对于北约的依赖。然而最终的事态发展却完全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俄乌冲突的爆发不仅使得马克龙企图劝和俄乌关系的努力变成了竹篮打水，使得马克龙想团结俄罗斯抗衡美国的计划彻底失败。而且他也等于是再度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欧盟的安全防务离不开美国，更离不开北约。也就是说，乌克兰危机表明，欧洲没有能力独自保卫自身，仍然离不开美国的保护伞，欧洲战略自主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或者至少是靠近俄罗斯的中东欧国家已经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国与北约的安全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再度连任的马克龙将面临着一个世纪性的方向选择，也就是继续推进欧盟的独立自主，还是无所作为，顺势倒向美国一边。假如是前者，也就是马克龙仍然要强推去美国化与去北约化，那就有可能导致欧盟内部的再度分裂，以及导致北约内部
欧洲大陆国家更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英美国家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